好，来看看今天是决赛，来自于我们的拳皇2000的个人赛，也是很少有这种比赛啊。现在最多的就是组队赛，或者说是那种什么双败制的。但这次呢是选择淘汰赛，虽然说全程抢2，但是现在已经打到了本场比赛的决赛，所以说也就是抢5。抢5的话呢，大概时长呢应该是在20到40分钟之间啊，不会超过40分钟啊，除非打的贼龟贼磨叽，或者中间的时候抽根烟什么的啊。好，不说别的啊，比赛开始了。来自于1批呢，就是我们的肖亥啊，就是SNK 官方认证导师。这里面的规则我简单说一下啊。首先呢，它的规则呢是不允许使用这个风衣八神，或者是东丈，或者说是赛斯，也就是大老黑这3个援助。当然呢，这3个不让用呢，它有解禁的，就是可以无限援助，并且刚 CD 级援助，而且这个怎么说呢啊，就是你就是可以正常玩了啊，可以正常玩了。但是呢，你不能选这3个赖逼，是这个意思啊，也挺有意思的。咱们这次呢可以看到，小孩选的是金东焕的这个追地型的援助。而这个鸭王呢，他还是按照他自己一贯的这个想法啊，选择了这个七加射。七加射援助呢也有追地效果，然后哈希起来了。这个玩法我感觉应该我感觉他应该是要交版权费的吧？他这招经过同意了吗？虽然说他是亲王啊，但是呢，他这招肯定是就是我得点寻思啊。这一刻仿佛我龙附体啊！这宝龙一族起来了啊，确实狠。好，又来了，没接上。往前拉，下盘3连正身位。小孩一开局啊，被打的有点懵啊。这个瓦妮莎真的是非常凶。这个鸭王呢，刚才也是稍微的有点这个稍微挺险的这种感觉，然后战胜了剑圣，获得了决赛的门票。而这个小孩呢，他是战胜了 BOSS， 获得了决赛的门票。这样这2个小伙伴呢，会师决赛之后打了一场抢5。那第1局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鸭王好像吃了枪药一样。这一刻啊，仿佛卧龙附体，已导致小孩内分泌微微有点失调，黄褐斑、子宫肌瘤加乳房肿块，很难受啊！这一局输的啊，这开局输的是气势，再往后就不好打。可以看到，尤其是这个哈希哈的脑瓜嗡嗡的，你看就哈他，这是无限僵直破防，哎，这哈希路亚，哈希路亚。这个玩法我感觉好恶心呐，好赖啊！这他妈还玩呢那个，好回3追地，又要没接上他牵轻手，一追一击麦嘛，接超杀，这是 Max 必杀，虽然说血量很多，但是不足以秒掉八神。我们看看，起身往前追，这里面要跟大家伙说一下，百合折，然后结果被援助。我们看看小孩现在很丧啊，很丧。护国神拳，空中一抢，掉 CD， 下盘一个抓。虽然说没有像刚才被打出1v3的局面，但是这局，小孩的，八神血量也不多了。而这里面刚才的那个大葵花也没想接的感觉。还有一个赛斯殿后，这一局我估计小孩又要悬，想打指令头，这个谢峰并没有形成威胁。下盘2点接正聊，最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个鸭王呢，我感觉啊，鸭王这一局应该还是要拿下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你想抢5的赛制，先拿2盘，那真的是优势都上了头了啊！一个反腰腿，直接一个 BCD 爆气，金身之后呢，有取消效果，下盘2点接上一个拖，再追地起来，升龙一扣。再一追，那很多人说这不连续2个援助不玩赖了吗？不玩赖啊，这个因为咱们不能选3大赖，因为选不了3大赖，所以说这个3大赖援助不让选之后呢，咱们这个就可以无限援助了。偷下盘4连，还有2个援助，而鸭王呢也有2个追过来，一顶，这怎么鸭王好像出现失误了，很难受啊。空防没打出来，逆向一挂。援助没有用，直接一踩，再来一个援助，直接一接，正式为逆向，还有援助，小孩没有点，重手前一手搓地板一夹，好，援助一踩，直接抽，没有抽杀，很可惜，这样的话秒不掉这个赛斯，忍一手，小孩还真有机会赢的感觉啊，刚 CD 没有援助，下盘，而这个赛斯还有2个气，怎么说一红一丝血，蹬一腿下盘1比1，这一局。
这就是我毒奶的效果吗？我以为鸭王稳赢了啊，他稳吃小孩，结果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说的。从小来讲呢，就亏啊，没有亏黑吃的。好，小孩怎么说？哎呀，就是别磨叽，别喝水了啊！就是一整就要喝水。好，来看看这一局，还是鸭王的哈希啊。鸭王哈希呢，尽管啊现在是1比1平，但是他的这个哈希应该说是连续2局都获得了很大的优势。这一局也还可以，开局的气势很强，但是现在 K 呢有翻回来的这个迹象，闪身过来，搓地板出招，我们看看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败招。援助跟上，但是亏了。这些必杀不要吝啬，这种情况下千万要接必杀，不要装逼。一手必杀接过来之后呢，我们看看，把这个哈希干掉了。而这么一算的话，那这一局鸭王要悬。不过我可不是神秘力量啊，跳过来升龙一扣，援助一接一踩一顶，再援助，这个不舍得啊，感觉。重手升龙一扣，逆向。跑了，这个逆向挂得很准，给自己掌一下撩起来。河谷，你给他打死不行吗？我真是服了。啊，我不知道他咋想，这种情况下你得整死就整就干呐。你是我想着，我知道你给自己加一个援助，但是你有那个必要吗？对不对？是吧？这个不像说当时不像刚才我包打我，对不对？一个踩，正身外下盘一搓。但是不要小看鸭王的这个赛斯啊，也是有反散能力的，兄弟们啊！好，跳 CD 往前一刚，一个顶，哎，这感觉这个大老黑真的很有灵性，这个人，还给自己找了个援助，看一下，知道你练葵花，直接点一手啊，非常赖，顶一下，援助一接，往前一顶，一丝儿，投技啊，漂亮，这个投技真的很帅啊！啊，来看看，果然是有反散的机会，但是对方玛丽也并非等闲之辈。我们瞅瞅，小孩这一局玛丽3颗援助，这是他最大的资本。2个人都是马克思暴气，好了，赛斯先起手，2个人都互挺金身。现在看看谁更刚一点，不过2个人好像开始归起来了。那这么一看的话，其实小孩是占优势，因为毕竟小孩现在有3颗这个援助。京东化的援助呢，虽然说不能作为突袭使用，但是用来吓唬对方还是好的，接招也还可以。好，2个人都等金身没有了，谁都不想跟对方拼。作为女性角色呢，可能给人一种感觉并没有这个男性角色打血多啊。好，叫了一个援助一搓啊，这么一看的话，时间要到了，小孩，这很难受的，时间就是金钱。下招啊！好，时间搓地板没成。在时间的掩护之下，小孩呢是获得了胜利。其实刚才鸭王，你看这就是输在对方的援助上了吧？这手3个援助啊，确实鸭王也不得不顾虑，而且在最后处理的方面啊还不是很好。这样的话呢，在1比0战胜领先对方之后呢，被对方连追2分1，导致内分泌有点失调。现在屁股上还长了个火疖子，如坐针毡啊，对吧？如芒刺背，是不是？很难受啊！好，来看看这边已经是连续的2比0的小高潮。我们看看小孩的话能不能再保持住优势。而这样的话呢，没有选择瓦尼莎，而选了一个鞭子啊 ，Whip。这手鞭子看看能不能，这个连招都能失误。不过呢，还好是并没有败招。这边怎么说？援助一挺，然后给自己加一下，没有反击。鸭王这一局看起来优势挺大。好了，一追地升龙一扣再来，漂亮！重手前手一个必杀。虽然说费了2个援助，但是就是我感觉还是那句话，就是不要老想这些细节。援助固然很重要，但是你毕竟这是第一个人，你先把人打死再说呀，对不对？一个靠，全是卧龙的女人是吧？啊，
逆向漂亮，再一扣没死，漂亮，给自己加了一个援助。小孩的想法就是也是一样，我这点血我不想再起波澜了啊，再起波澜了，我直接就是搞就好了啊。跳 C 重手接小葵，忍一手，逆向再逆向一挂，好难受啊这个。好，接过来葵花第二式第三式，再来前跳，哎呀，这个援助确实不够狠啊，这个援助非常必须要极限。忍一手，逆向，感觉这个站轻腿这招啊，跳跃攻击被一脚踢回去，脑瓜子瞬间嗡嗡的啊。我们看看赛斯这一局。也未必吧，八神的话主要还有一个 Max 满气可以搞事情。我们看看援助的话肯定是不会浪费的。哦，好，他选择打伤害，可以这一手他为什么不接 Max 超杀？他考虑可能打不死对方。这样的话呢，如果没有援助的话就很难。一丝血下盘蹬腿一个搓地，这局也未必哦，兄弟们，因为你毕竟你看啊，因为小孩只有一个援助了，这一个援助很难受的啊。而且还没有满气，不过这两点攻击下盘2点接必杀啊，3比1，这个鸭王这刚开局是抢了2个招啊，抢2个先手没抢好，然后呢又被偷到下盘接上一个必杀，而且死的非常冤枉啊，那早知这个援助早就用了。好，还是赛斯鞭子，没考虑。好，气压射 ，Ruff， 拉尔夫的气压射啊。好，两个人一顿给这儿拍，空中一抢，撩空，前轻手援助，撩空下盘，哎，其实可以接上的，一踩，升龙一扣，没扣上来。哈哈，距离不够啊！这俩人都有一定的失误啊。这俩人一顿去，小气功打得挺嗨。好，轻腿前轻手直接一个必杀啊，非常爽啊！这感觉这种赢的非常过瘾。怎么过瘾呢？我啥都不浪费，可能说那不浪费一个气儿吗？可以啊，一个气儿无所谓啊。你就浪费一个援助，那是真要我亲命了。援助起手阻败招，下完3点一个必杀，这个应该是没什么好说的。我们看看起身怎么压制啊？漂亮，这龙鞭一手挺大的优势。跳跃攻击，一丝血直接占比。龙鞭太狠了！看玛丽顶过来，升龙一扣，跟过来再找。我和你荡秋千，荡到了高压线。好的，蹬过来，再往前一拉。这个有一个赛斯在身后啊，这个鞭子可以考虑怎么，对吧？怎么都可以，他随便玩了啊，他可以甚至还可以选择给自己的这个，对，给自己的下一个人加一个援助，对吧？加一手援助也可以的。这样的话，两个人都是2个援助了。好，现在是2个援助，那如果他加一手，对方自己的人就是3个援助。看看玛丽跟赛斯，毕竟现在对方连胜3局啊，鸭王现在也在搞一些小事情。我们看看2个援助的赛斯血量稍微多一点，但是气儿不太足。逆向下招取消，这个玛丽确实不敢轻易的打，因为这个一旦出败招了。好，由于没有超杀，他爆气了，再追最后一个援助了。看看大老黑怎么说，起身能量闪，由于是金身，直接就顶连招。我感觉鸭王这直接就是要输啊！玛丽刚才很刚，而且他这个金身的这个霸体效果运用的刚刚好，援助都不在话下。直接一手4连杀，那这样的话呢，鸭王可能会很惨。现在小孩有4个赛点，而这里面
他居然把这个哈希给撸掉了。我感觉啊，正常应该选一手哈希，因为前2局打的确实好。而你选这手鞭子的作用，虽然说看起来好像还可以，但是呢，中规中矩，没有爆啊，没有爆发，甚至是没有哈希神拳，这样的话就很难受。而这个 K 两个人互对，你会发现好像真的是各有千秋，谁也说不能说太大的优势把对方搞掉。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的。升龙一扣。好，哈希就是偷鸡的，一丝血。好，看看这边升龙援助没叫我看看他这2个人啊，节奏有问题。扣下来之后，我们看看一手超级爆气。就是给你怼，前倾手援助一根，跳 C 下行前倾手一撩，直接再跟，直接一个升，哎，没接上，晕了。其实刚才接站 CD 也好，但是这边打晕制晕能力啊，这相当强。他这一手 BCD 爆气呢，确实给这个鸭王打得有点懵，这样的话很可能会速胜啊。援助一根，虽然说呢是有机会翻盘，但是被对方4连，而且又是被对方打出1v3的状态的情况下，想要再翻盘，确实必须有非常强悍的这个心理能力。他给自己涨了一个气，然后瞬间叫了个援助，又浪费了一个气，也是真的醉了。起身往前拉，第二是不敢乱动，他怕对方叫金东换。我们看看回一扩，抽没有，在第3是再援助，前跳 C 轻手前手，直接一手超杀，5比。小孩最终获得了本场比赛的冠军。让1追5，有点东西。鸭王输的微微有点惨啊。冠军的话呢是50飞机，而这个亚军呢只有20飞，也就是说呢，严格意义上来讲，这场强5呢是一个30飞的开枪，就是可以这么想，可以这么算啊。因为赢的话是50飞，输的话是20飞，也就是说2个人差30飞。相当于一个30飞的开枪的感觉啊，它的情况是一样的啊。可以，这样的话呢，也是导师呢最终获得冠军了啊！这个获得的冠军应该是数量又加1个。这种规则之下，我觉得小孩占优势是很正常的啊，牛逼！